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了上周五美股出现反弹之后比特币一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观察到最大的痛点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就是上方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位于28,300美金这个位置上存在巨大的压力。我们看到上周行情当中，每次打到这个位置上都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最终呢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多次的双八结构。那么什么是双八结构呢？就是这种几字形的结构双八结构呢是行情当中非常多见的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出现呢是对多空双方向进行的绞杀，但是整轮行情我们看到始终围绕这个波峰连线做震荡。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上流行情当中28,5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回踩了下来。行情当中这个位置上出现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顶到这个位置上就被打了下来。那么目前行情再次向上方28,300美金进行运动，因此呢，目前行情当中对于比特币来说，上方最大的痛点就是在28,300美金附近。如果这个位置一旦突破的话，那有可能形成一轮反转行情。位置28,300这个位置突破不了呢，我认为行情依旧会被回打下来。最终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4月17日的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这根阴线呢是一个周线级别标志性的下跌的标志。悟空阴线呢是在石头缝里经历了500年之后，被压制500年之后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阴线这个阴线呢就叫标志性的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悟空阴线依然存活，反弹呢就不构成反转，直到能够突破28,300美金这个重要压力位之后，我认为反转行情才会开启。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虽然看到了小线级别上正在不断上涨，但是这个上涨呢主要是因为上周五美股收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点的反弹，紧接着在昨天美股休市，这样呢形成了3天美股的休盘期，最终呢让比特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比特币的多头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就这一点呢，我在前天的行情分析当中就给到了，我说比特币会有3天的喘息的机会。这轮喘息的机会呢，是因为美股休市造成的。美股休市之前，美股的一个点的反弹会让比特币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么反弹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看到美股将要在今天晚间9点30分开盘。开盘之后呢，美股的方向最终会带给比特币非常重大的影响。如果美股能够继续坚定上涨的话，比特币也可能会突破28,300，出现持续的上涨行情。但是我们看见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知道美股有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这些指标呢，我一般看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因为这个指数呢相当于 A 股市场当中的上证指数，所以呢看它比较准一些。在行情当中在道指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上在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到小线级别的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这里面有1690均线做支撑因此呢，我提前提示了大家伙这个位置上是非常有高概率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持续性是堪忧的。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目前走出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走出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在33,400点是存在压力的。每次打到这个压力线1440均线、小日线级别1440均线附近，就会发生快速回踩快速下杀。那么行情走到这个里面，我们要提防的是晚间美股如果能够达到33,400点之后它是有很大概率持续下跌的。如果美股完成它的最终的反弹行情，它的大的趋势呢，在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很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悟空阴线的一个标记因此呢，如果美股继续下跌的话，比特币的行情也将在28,300美金附近戛然而止。那么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看这里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处在一个反弹的行情当中，因此呢，以太坊的反弹的力度是强于比特币的。但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以太坊虽然强于比特币，但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走出悟空阴线，走出八戒阴线组，目前呢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组的势力范围仍然没有摆脱沙僧阴线组。因此呢，对以太坊来说，下方仍然可能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最终呢打
到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650美金。那么如果继续下跌的话，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同比特币类似的是走出悟空阴线之后啊，下方可能会有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走出与上涨相互对应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啊。上涨是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下跌呢非常容易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目标点位呢就给在了1550美金。那么这轮行情当中可以玩转多头的，一定是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些强势币种，像昨天提出的 Lina 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之后，上方可能会有一个唐僧阳线。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非常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在4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新高，那么新高之后可能还继续走出新高，那么上方的目标点位可能是在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出现悟空阳线之后走8节阳线组，目前呢行情处在8节阳线组位置，所以呢上方可能会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如果最终完成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话，它的目标点位是在0.03美金附近啊。Lina 的总量呢大概是在100亿枚啊，总量100亿枚，但是它流通是少一些的，所以呢根据它的一个价格来说，走到0.03这个位置上还是合理的啊。如果它能走完它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话，同时呢我们看到目前对于 Lina 来说是一个上涨趋势，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底部放量。上方的价格攀升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量价齐升啊，因此呢，对于 Lina 来说，虽然有了一波激烈的上涨，最大上涨幅度呢超过300%，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依然容易继续向上爬，最终完成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唐僧阳线。同时呢，我们关注的 Lina 也从属于香港板块。那么香港板块前轮行情当中的龙头是 CFX 在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8节阳线，目前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沙僧阳线主阳线走完之后，它持续围绕沙僧阳线做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就是一个变盘的区域。我们看到龙头币种新的龙头币种 Lina 出现上涨之后，我认为 CFX 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很容易跟随，同时6月份马上要进入6月了，今天5月30日。6月份的香港板块有很多落地我的很多朋友都去香港，开各种会议什么，这些会呢会带来很多的利好对于这个香港板块，特别是公链来说，非常多的利好将在6月落地。那么在6月之前，甚至是6月初，我认为香港板块龙头币种都会有一波好的行情。那么这波好的行情呢，建议去参与龙头币种或者是公链币种这样呢能够大概率吃到它余生的这部分。同时可以关注的是 IN 钩之前我们提到了6美金附近是它一个波谷连线底边线的这个位置，波谷连线底边线的位置一定要建仓，因为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记住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区域，就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这里的变盘呢多空都有，但是我们看到底部形成平台之后，它在这个位置上真实的出现了一个突破。目前呢我们在6美金附近建的仓位已经开始获利，再往上走呢是9美金附近的一个高点区域，9美金附近呢是要进行减仓的，因为这个位置上我们在上方仅仅看到了3次的等位置波谷这个等位置波峰，这个位置大概是在8.5美金附近构成了这个等位置波峰。3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它还不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因此呢，适当减仓，等下杀过来之后，再把减去的仓位补充回来，这样呢，能够让你的币增多。未来行情当中，我认为 IN 钩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从1.2美金到9.97美金，它曾经最大涨幅达到700%，快速回调之后，我们看回调力度达到45%左右，然后围绕它的这个回踩动作进行了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它有可能继续上行。因此呢，对于 Lina 来说除了这个仓位控制来说然后你还要有特别是空仓的朋友一定要参与进来，这样呢，你才能获得未来强势币种趋势上的利润。对于周线级别上来看，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它曾经走完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目前正在走第2轮的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
周线级别8节阳线走完之后，上方可能会有沙层阳线和唐僧阳线，因此呢，它的整体趋势依然处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上涨趋势当中啊。对于它的参与，在行情牛市启动之后，我认为它的前高一定会突破啊，未来有可能涨到$100附近啊。所以呢，对于$7.76这个强势币种来说，是可以重点参与的。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币种同 EDU 一样出现了一日游的行情啊，像这种次新币种啊，不建议重仓参与啊，你可以做一些波段，但不建议重仓去玩这些，因为前面没有历史行情做参考。同时呢，对于这种次新币种，超级主力拥有市场当中最多的筹码，在行情震荡过程当中，它要不断的把这个仓位啊，把它的这个持仓成本逐渐降下来。虽然它在市场当中有最多的筹码不断抛售，它几乎没有成本，但是呢，在拉高之后啊，它还是容易做抛售。同时呢，在一个平台期啊，特别是在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啊，在一个平台期走完之后啊，它非常容易把这个平台期凿漏之后啊，再进行反向的拉升动作。凿漏平台期呢，就是让大家伙去抛弃这个筹码，然后它收集筹码之后，然后再拉升上来，反复会进行这种吸锁拉洗抬阳套杀的诱骗性动作。所以呢，对于这种历史行情非常少的币种，历史行情非常少的次新币啊，虽然它上涨的时候非常猛烈啊，但是它的回调的时候啊，由于庄家持有市场当中最多的筹码，非常容易做恶意的事情。这种恶意的事情呢，完全是让散户去把手中的筹码交还给他。因此呢，对于这种币种不是那么特别好把握，好把握的一定是目前上涨趋势明显的，未来有上涨空间的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像今天说的 Lina、IN 勾UNI 这种都是要么就是有上涨趋势的，要么它现在价格非常便宜的。对于 EDU 这种次新币种没有这种可以参考的一个标的物因此在行情当中是不建议重仓去参与的。但是你对它，比如说你对 EDU education 这个教育方面非常感兴趣，甚至你是项目方的信仰者，或者是你能够得到项目方更多的信息，那么你可以少量的去参与但是更多的建议大家做市场当中有过几年波动的容易看出它非常明显趋势的这些虚拟货币。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或者订购我的这本 K 线西欧战法一书，感谢大家，再见。